雀斑、黑痣、老人斑，这些脸上的小斑点是不是常常让你困扰？许多人一看到斑点就想到要去皮肤科花大钱做雷射治疗，然而雷射真的是真正解决之道吗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种方法成本不到5块钱，而且睡前敷一敷，隔天醒来斑点就明显淡化甚至消失，您会不会心动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秘密偏方，据说连皮肤科权威医生都点头推荐用它来取代雷射，安全又有效，这究竟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？据皮肤科门诊统计，求助淡斑问题的患者每年都在增加，斑点问题已不仅是爱美的女士们关注，很多男士也开始重视自己的外貌。试想一下，小美30岁，从青春期开始，鼻头两侧就布满淡淡的雀斑，试过无数美白产品，却总是收效甚微。李伯伯60岁，脸上新冒出好几颗老人斑，做过一次雷射祛斑，结果没多久斑点又回来了。像这样为斑点烦恼的人不在少数，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，难道没有一种既便宜又安全，不用跑医院的祛斑方法吗？现在好消息来了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秘密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烦恼而存在。在揭开秘密之前，我们先了解我们脸上常见的这些斑点是怎么回事。雀斑是一些棕色小小的斑点，常见于脸颊和鼻梁上，特别是皮肤比较白皙的人，他们通常从小就有，受到阳光暴晒后炎色会变深，冬天少晒，太阳时又可能淡一些。雀斑本身对健康无害，就像可爱的小雀子落在脸上一样，但有些人觉得雀斑让肤色看起来不均匀，所以想要淡化它们。黑痣是皮肤上的色素痣，颜色通常是黑色或深棕色，可以是平坦的，也可以稍微隆起。有的人天生就有一些痣，也有人随着年龄增长慢慢长出新痣。传统说法有，脸上的痣有的带来好运，但医学上则提醒，某些不寻常的痣可能潜藏皮肤癌风险。不过大多数黑痣是良性的，只是出于美观，不少人想把显眼的痣去掉。老人斑，所谓老人斑，学名叫做日光性黑痣或脂漏性角化，是中老年人皮肤上常见的斑点。它们通常呈浅棕或黑色，圆圆的平坦斑块，最常出现在脸上、手背上那些长年累月暴露在阳光下的部位。名字虽叫老人斑，其实不一定等到很老才会长，许多40-50岁的人就开始发现皮肤上出现这些岁月痕迹。老人斑本身无害，但往往透露出皮肤老化、日晒累积的讯号，难免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。以上3种斑点各有不同成因，但共通点是，它们都是皮肤中的黑色素沉淀。简单说，就是皮肤某些区域质造了过多的色素，黑色素累积起来就形成了深色的斑点。从皮肤科学角度来说，我们皮肤底下有一种专门产生黑色素的细胞，叫黑色素细胞。当皮肤受到阳光中紫外线刺激时，黑色素细胞就像拉响警报，开始制造大量黑色素颗粒。这些黑色素颗粒会运输到皮肤表层，把细胞染黑，来阻挡紫外线对 DNA 的伤害。这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机制。然而，黑色素有时分布不平均或局部过度生产，就形成了深浅不一的色斑。此外，年龄增长后皮肤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原本含有黑色素的老旧角质酶能及时脱落堆积在表面，也会让斑点看起来愈发明显。雀斑多与遗传和紫外线有关，黑痣则是局部色素细胞增生，老人斑则是日积月累的光老化结果。虽然这些小斑点大多对身体健康无碍，但许多人在意的是美观问题，谁不希望肌肤前干净净、光滑无瑕呢？于是各种祛斑方法就应运而生。为了摆脱脸上的斑斑点点，人们试过各种方法。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常见的除斑方式。医学美容雷射，雷射治疗可说是现代最流行的除斑方式。皮肤科医师利用特定波长的雷射光打在斑点上，雷射能量被黑色素吸收，将色素团震碎，
之后色素残渣被身体代谢掉。雷射的好处是，见效快做完治疗后，斑点颜色会变淡，甚至结痂脱落，看起来彷佛瞬间被去除了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价格昂贵，一次治疗就要好几千元，甚至上万元，而且往往需要多次疗程才能完全去除一块斑。治疗过程有一定疼痛感，治疗后皮肤会有红肿、结痂，需要一段恢复期。更重要的是，雷射只能清除当下的色素，却不能阻止新的斑点再度生成。很多人花了大钱雷射，但几个月后发现斑点死灰复燃，又得再去打雷射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更有甚者，皮肤反复承受雷射能量的轰炸，角质层可能变薄，对外界刺激变得更加敏感。有些人雷射治疗多次后皮肤变脆弱，就是因为防御力下降所致。药膏与美白保养品，市面上有许多宣称能淡斑的药膏或保养品，比如含有对苯二酚、氢醌、维生素 C、传明酸、A 酸维甲酸等成分的淡斑产品。这些产品透过抑制黑色素生成或加速角质代谢，来逐渐淡化斑点。使用药膏的好处是非侵入性，不用动刀动雷射，在家就能每天擦。但缺点是见效较慢，通常要持续每天使用数周到数月才能看到斑点变淡。而且有些药用成分，例如 A 酸对苯二酚，可能会刺激皮肤，引起红肿或脱皮，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。另外，市售的美白淡斑保养品琳琅满目，效果良莠不齐。一些快速见效的产品甚至偷偷添加了不安全的成分，如汞剂，长期使用反而对皮肤有害。冷冻治疗，有些皮肤科医生会用液太淡冷冻的方法来治疗，比较厚的老人斑或大颗的痣。简单说，就是用极低温将那块斑点的皮肤组织冻死之后，让它自然脱落。冷冻治疗的优点是对于某些隆起的老年斑、脂漏性角化或寻常油俗、撑肉刺，有效操作也相对简单。有些手背或脸上的小型老人斑、油脂粒，用液太淡轻点，数秒后会结冰，数日内结加脱落即可去除。在有经验的皮肤科医师操作下，冷冻治疗非常快速方便，但如果冻伤范围拿捏不好，就可能留下色素减退的疤点，所以并非人人适合自行尝试。冷冻治疗也有风险，如果掌握不好，可能会留下永久的浅色疤痕或凹陷，而且对于平坦的色素斑、雀斑、日光斑，并不是首选方法。传统偏方与物理去除，在民间还流传许多五花八门的除斑偏方，比如一些长辈教的用柠檬汁擦斑点、醋泡鸡蛋、取蛋清敷脸、薏仁水每天喝，用生姜片或大蒜擦拭痣等等。这些方法有的含有科学依据，如柠檬汁含维 C， 有美白作用，薏仁有淡斑功效，有的则相当危险，例如生大蒜擦痣可能灼伤皮肤。还有人采取物理方式来去斑，像是用磨砂膏拼命搓，拿细针自己挑痣等等。但这些粗暴手段往往弄巧成拙，造成感染或疤痕。总之，民间偏方效果参差不齐，有些反而会让皮肤问题更严重。遮瑕与保养，当然还有一种最简单、立即的方法，化妆遮瑕。对于雀斑或斑点比较小的年轻人，日常可以用遮瑕膏、粉底把斑点盖住，瞬间隐形。不过，化妆只是权宜之计，卸妆后斑点依然存在。而平时做好基本的防晒保养，例如每天擦防晒、戴帽子、撑伞，虽然不能立刻消除已经有的斑，但可以预防斑点变多、变深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看完以上这些方法，你会发现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。雷射见效快，但可能反复花钱；药膏安全，但见效慢；偏方有的有效，有的无效，甚至有风险。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既平价又有效，对皮肤伤害小，能长久解决斑点困扰吗？别说，真有皮肤科医师提出过这样的居家妙方，而且非常简单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早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，为了对抗雀斑和色斑，聪明的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妙方。翻开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祛斑传说。
埃及艳后克利奥佩托拉的牛奶浴中，传说埃及艳后拥有光滑如瓷的肌肤，秘诀之一就是经常浸泡在酸奶和蜂蜜调制的牛奶浴中。牛奶发酵后含有乳酸，属于果酸的一种，能温和去除皮肤、老废角质、淡化斑点、嫩白肌肤。可以说，克利奥佩托拉无意间用了最早的酸类焕肤疗法，难怪在那个没有雷射的年代，依然保持惊人的美貌。中国后宫的珍珠粉在东方，中国传统则偏爱利用药材来养颜，其中珍珠粉是历代皇后妃嫔的挚爱。清朝慈禧太后据说每日早晚服用珍珠粉，平时也将珍珠粉掉入面霜涂抹在脸上，长期坚持使得她年过花甲，仍肤色白嫩，斑点稀少。珍珠富含钙质和肌酸，具有润肤和淡斑效果，这种宫廷秘方流传下来，至今珍珠粉仍是东方护肤品的重要成分。日本艺妓的夜莺粪面膜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在日本江户时代，艺妓和歌舞伎演员们为了保持瓷白无瑕的脸庞，会使用一种特别的面膜夜莺粪。夜莺的粪便经过消毒、研磨后敷脸，其中含有丰富的尿素和酵素，能去角质病、美白皮肤。这种独特的天然面膜据说能让厚重的白粉妆卸妆后皮肤依然细腻、光泽、斑点不易生成。民间的淘米水洗脸不只是皇宫贵族，民间也有简单实用的偏方。例如，许多东方女性喜欢用淘米水洗脸，每天煮饭时第一次的洗米水略为浊白，其中含有米糠的营养和发酵产物。将洗米水浸至让杂质沉淀，取上层清液来洗脸，长期坚持可以让皮肤细嫩、肤色均匀。据说淘米水中富含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E 以及少量的曲酸，具有温和的美白功效，可以淡化脸上的斑点和暗沉。难怪不少老一辈的女性到老脸上人少斑，秘密或许就在每日的洗米水美容中。从古至今，淡斑祛斑的方法五花八门，虽然听起来各有些怪招，但其实原理很多，与现代科学不谋而合，无非是去除老旧角质，抑制黑色素或滋养修复皮肤。如今我们了解了这些原理，更能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利用天然又安全的方法来对抗斑点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香蕉皮祛斑术，说不定正是古法智慧与现代理念的结合呢。皮肤科医师每天和各种斑点打交道，他们最清楚什么方法能淡斑，又什么方法有副作用。传统上，医师们偏爱雷射等医学手段，但有一位高龄的皮肤科权威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武器。他说，其实不用依赖昂贵的雷射，在家里用一种东西敷脸，就能让讨厌的斑点逐渐淡去。这位医师今年已经91岁高龄，但皮肤看起来光滑年轻，几乎没有明显的老人斑。他将自己的冻龄秘方归功于几个非常简单的习惯，其中之一就是来自厨房的天然食材。他打趣说，年轻时母亲就用这法子帮家人淡斑，没想到自己坚持一辈子，效果真的远胜雷射。这位皮肤科医生透露，他每天睡前都会做一个简单的淡斑护理，只要花几块钱买个东西，就能制作出天然的淡斑面膜。多年来，他始终保持这个习惯，不仅自己脸上几乎看不到斑点，他还把这秘方交给许多患者，结果都令人满意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呢？卖个关子，它不是昂贵的保养品，也不是稀有的药材，而是我们平常吃完就丢掉的一样东西。猜到了吗？没错，这位医师大力推荐的秘密武器就是香蕉皮。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吃香蕉剩下的那片果皮。也许你很疑惑，香蕉皮不是垃圾吗？怎么能拿来敷脸？别急，下面我们就来揭开香蕉皮淡斑的科学原理和实际做法。乍听之下，用香蕉皮敷脸感觉很不可思议，但其实早在民间和国外的天然疗法中，香蕉皮早就是美容小秘方呢。香蕉皮里到底有什么成分能够帮助淡斑呢？科学研究和皮肤科医师的观察发现，
关键在于香蕉皮内侧那层白色纤维中含有一种物质，叫做胶皮素。香蕉皮素是从香蕉皮提取出的植物成分，具有抗菌、抗真菌的作用。皮肤长斑有时和慢性炎症有关，香蕉皮素可以减少皮肤表面的细菌、真菌感染机会，间接减轻因炎症导致的色素沉淀。同时，香蕉皮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比如多酚类化合物和维生素。这些抗氧化剂就像皮肤的小卫士，可以中和自由基，减少紫外线和老化对皮肤的损伤，从而预防和淡化黑色素的形成。除了化学成分，香蕉皮物理上也有妙用。香蕉皮内侧柔软湿润，含有天然的果胶和酵素，拿它在皮肤上轻轻按摩，相当于温和去角质。很多老人斑、黑斑沉积在表皮，如果能促进老废角质脱落，新生的皮肤细胞就没有那么多色素，斑点看起来就变淡了。相比起市售的磨砂膏或果酸焕肤，香蕉皮的去角质作用非常温和，不会让皮肤变红刺痛，敏感肌也较未适用。另一个香蕉皮的优点是高保湿，香蕉皮富含钾离子和水分，用后皮肤会感觉滋润不填色。保湿对于淡斑很重要，前兆的皮肤修复能力差，新陈代谢慢，黑色素更容易滞留在角质层，而皮肤水分充足时，新陈代谢旺盛，斑点也比较容易代谢掉。简而言之，香蕉皮内服虽然不好吃，但外用在皮肤上却有一整套惊人的功效，抗菌消炎、抗氧化、温和去角质、深层保湿，这些都有助于淡化斑点，改善肤质。有一则流传的趣闻提到，某乡村里有位80多岁的林奶奶，满头银发，但脸上的皮肤却细嫩光洁，看不到几个老人斑。左邻右舍都纳闷她是不是偷偷用了什么仙丹妙药。林奶奶笑着摆摆手，指了指桌上的香蕉说，没啥秘密，我就是每晚吃完香蕉不丢皮，拿它擦擦脸。邻居们半信半疑，结果过了几个月，大家发现跟着奶奶方法做的人，脸上的斑点真的一个个淡了下去。可见老一辈口中的土方法，有时还真有两把刷子呢。也许你会想，香蕉皮敷脸听起来像网络偏方，真的有效吗？其实，不少皮肤科专家对此做过观察。一位台湾皮肤科医师卢静怡就曾在受访时提到，国外流行香蕉皮擦脸来去除粉刺和淡斑。他表示，有一些人坚持用香蕉皮擦脸长达半年，结果脸上的粉刺不见了，连原本的黑斑都淡了很多。他解释说，正是因为香蕉皮里的胶皮素发挥了作用，抑制了皮肤的感染发炎，同时也让斑点逐渐变淡。另一个真实案例来自香港一位美容专栏作者，他分享自己脸颊上原本有一块令人困扰的色斑，3年前用过雷射去除过一次，但没多久那块斑又冒了出来。于是他决定改用天然方法，每天用熟透的香蕉皮内侧去摩擦斑点区域，大约持续2个星期，那块讨厌的斑居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更惊喜的是，顺带连连，脸上的细纹都减少了，皮肤变得细嫩有光泽。他还发现，周围许多定期打雷射的朋友，皮肤反而变薄，容易敏感泛红，让他更坚定改走天然疗法。令人赞叹的是，自从用香蕉皮淡斑之后，他的斑点2-3年都没有复发，期间他也配合每天喝姜蜜茶来抗氧化，里应外合之下，斑点庞福被彻底赶跑了。他高兴地表示，比起每半年去打一次雷射，他宁愿每天花几分钟磨香蕉皮。虽然见效没那么瞬间，但安全、便宜，效果持久。当然，香蕉皮不是魔法，效果因人而异。对于浅浅的新斑点，可能几天就有感觉变淡了，而对于存在多年的深层老人斑，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持续使用才能看出变化。但重点是，它几乎不要花什么钱，而且方法天然温和，长期使用也不怕伤害皮肤。难怪皮肤科权威们都说试试看无妨，说不定你会有意外惊喜。听了这么多，你可能迫不及待想试试香蕉皮淡斑法了吧？别急，
让我们来学习正确使用香蕉皮敷脸的步骤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以下是一个简单的逐步指南。准备香蕉皮，选择一根熟透的香蕉，皮上有雀斑斑的棕色斑点，那种最甜的香蕉，食用香蕉肉，保留香蕉皮。香蕉熟透时，胶皮素和抗氧化成分含量更高，效果也更好。清洁皮肤，在睡前或休息时间，用温水和温和的洗面乳先清洁脸部，特别是将要敷香蕉皮的部位洗干净，这样皮肤较容易吸收香蕉皮中的养分，同时洗去脸上的油脂和污垢，避免影响香蕉皮的作用。取用香蕉皮内侧，将香蕉皮切成适合的大小。例如，如果你要淡化脸颊上的一大片斑，可以用整条香蕉皮的内侧往脸上贴。如果只是针对小斑点，比如一颗痣，可以剪一小片，刚好覆盖住它的香蕉皮。重点是利用香蕉皮内侧白色部分来接触皮肤，按摩或贴敷，轻轻用香蕉皮的内侧在斑点处来回按摩，约磨1到2分钟，你会感觉到皮肤上沾上一层薄薄的香蕉纤维褐汁液，按摩可以促进成分渗透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接下来你可以把香蕉皮贴在斑点上，例如脸颊或额头的大片斑，可以直接敷上整片香蕉皮，内侧贴皮肤，针对小范围斑点，可以把小片香蕉皮贴在上面，甚至用透气的胶带。用纸胶轻轻固定。作用时间，让香蕉皮在脸上作用至少15到30分钟。如果你的皮肤不觉得刺激，也可以敷更久。有人前睡前贴着香蕉皮过夜，第二天早上再取下。如果你要这么做，建议用 OK 本或胶带固定小片香蕉皮，并只针对局部斑点，如此不会整张脸湿哒哒。第一次使用时，建议先敷个半小时，观察皮肤反应，再决定是否延长时间。取下香蕉皮并清洗，时间到了之后，将香蕉皮取下丢弃，用清水将脸上残留的香蕉纤维洗净。此时皮肤可能感觉滑滑的，那是香蕉的天然养分留在表面，用温水冲洗即便即可，不需要用强力的洁面乳去洗掉，以免影响保湿效果。轻轻用干净毛巾按前皮肤。后续保养，敷完香蕉皮后，建议涂上一层温和的保湿乳液或面霜锁住水分，皮肤充分滋润，可以加强淡斑效果。另外，如果你是在白天敷完香蕉皮，那防晒步骤一定不能少。出门前务必擦上防晒乳，因为刚刚温和去角，之后的肌肤对阳光会更敏感，千万别再让紫外线刺激，造成新的色素沉淀。香蕉皮剥下来后容易氧化变黑变浅，建议最好现剥现用，效果最佳。如果一次正好吃了好几根香蕉，剩下的香蕉皮不妨密封，放入冰箱冷藏，尽量在1到2天内用完，以免养分流失。此外，你也可以尝试将香蕉皮剪碎，放入果汁机，加入1匙蜂蜜或优格，一起打成糊状，敷在脸上，这样面膜更服帖，敷完皮肤也会特别滋润。按照以上步骤坚持使用，你可能会惊喜地发现，短短1夜之间，斑点就彷佛被橡皮擦轻轻擦淡了。尤其是一些前兆的表浅老人斑，经过香蕉皮的滋润浸泡，隔天起床会发现斑点的颜色没那么深了，边缘也变模糊。顺带一提，敷着香蕉皮时满脸水果清香，还挺放松好闻啊。不过要让斑点完全消失，还需要连续多日的努力。建议你每天1次，或至少每周3到4次持续敷，用不了几周就能看见肉眼可见的改变。贴心提醒，第一次使用香蕉皮时，要注意观察皮肤反应。如果出现发红、痒等不适，可能你的皮肤对某些植物成分比较敏感，或是香蕉还不够熟导致刺激。遇到这一种情况，先将皮肤洗净休息，下次改用更熟的香蕉尝试，或说短敷用时间。如果仍有刺激，就先暂停此方法。有极少数人对香蕉过敏，要是碰巧你是那罕见的案例，就不适合此方法哦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真的要用香蕉皮来取代雷射吗？两者相比，优缺点如何？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比较香蕉皮、淡斑法和传统雷射治疗。
价格这一点毫无疑问，香蕉皮完胜，一根香蕉顶多几块钱，而且果肉还可以吃，真可谓物尽其用。而雷射治疗动辄每次数千元，甚至上万元，如果斑点多还需要多次疗程，总费用相当可观。对于预算有限或者不想把钱花在医美上的人，香蕉皮是几乎免费的选择。安全性，香蕉皮敷脸基本没有风险，只要你对香蕉不过敏，就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。它的作用温和渐进，不会有伤口，不需要恢复期。相反，雷射属于侵入性治疗术后，皮肤会有创面，需要小心。护理期坚若防，护不当孩，可能感染。部分人雷射后出现炎症性色沉，反而变黑或疤痕的案例也有报道。相比之下，香蕉皮的副作用微乎其微，顶多是无效而已。很少听说敷香蕉皮把脸敷坏的。方便度，香蕉皮敷脸可以自己在家进行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。晚上看电视时敷一敷，做家务时敷一敷，都可以轻松完成。反观雷射必须前往医疗机构，由专业医师操作，还得预约、请假，来回奔波。对忙碌的上班族或不方便外出的长者来说，家里治疗更省事。功效范围，雷射的强项是迅速击碎色素，但它只针对色素，对改善整体皮肤质感帮助不大。而香蕉皮除了淡化斑点，还能同时滋润皮肤，减少细纹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很多用过香蕉皮的人发现，斑点淡了之外，皮肤整体也变得更细嫩光滑，这是雷射无法提供的附加价值。即时效果，必须承认，雷射在即时性上略胜一筹。做完雷射后，斑点结痂脱落，几天内就能看到明显的变淡甚至消失。而香蕉皮属于循序渐进，通常需要几天到几周才能看到效果。急性子的人可能觉得没耐心，不过正如前文提到，有时一夜之间，香蕉皮也能带来可见的惊喜，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点耐心。持久性，很多人做完雷射后，隔几个月斑点又冒出来，不是雷射没做好，而是皮肤又受到阳光或老化因素影响，产生新的色素。香蕉皮不能保证斑点永不复发，但你可以随时重复使用，把它融入日常保养。一有斑点苗头就淡化它，斑点就很难积累变深。可以说，香蕉皮提供了一种长期维护的方案，而雷射更像是阶段性消灭斑点，但不管未来。综合比较下来，如果斑点不是特别显眼严重，或者你本身比较年轻斑不多，那么用香蕉皮等天然方法来对付，性价比极高，何必动不动就上雷射呢？只有当斑点非常明显影响美观，或是经天然疗法尝试无效时，再考虑医美手段也不迟。这样既省下了荷包，又让皮肤少受罪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香蕉皮便宜又有效，堪称淡斑小尖兵。其实大自然还提供了不少天然食材，能帮助我们对抗斑点。在此再介绍几种其他流行的天然淡斑妙方，供大家参考搭配。绿豆粉面膜，绿豆在中医里被认为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绿豆粉拿来敷脸也很受欢迎。用2大匙绿豆粉，加点纯水或蜂蜜，调成泥状面膜，敷在脸上15分钟再洗掉。绿豆粉的微细颗粒可以温和地去除老废角质，里头的维生素也有助舒缓美白。对于晒后形成的色斑或暗沉，绿豆面膜能让皮肤透亮，斑点随之淡化。每周敷1到2次，效果不错。姜汁淡斑，生姜是厨房里的常客，它也有强大的抗氧化功效。有些偏方建议用生姜片轻轻擦拭老人斑，每次5分钟左右，长期坚持可以让色斑变淡。生姜中的姜黄素和姜辣素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抗自由基。不过姜汁较刺激，敏感肌肤要小心使用，建议先在小范围测试。如果直接擦姜觉得刺激，也可以尝试每天喝1杯姜蜂蜜水，半茶匙姜粉冲温水加蜂蜜，内服养生。姜的抗氧化作用从体内帮助清除所谓脂褐素，老人斑的一种成分，内外兼治，效果更佳。如惠宁胶，
芦荟是知名的皮肤修复植物，取新鲜的芦荟叶，挤出透明的芦荟凝胶，直接涂抹在斑点处，每次涂抹后停留20分钟再洗掉。芦荟凝胶富含多糖体和维生素，能够滋养皮肤并加速细胞修复。一些研究指出，芦荟成分有抑制酪氨酸酶制造黑色素的酵素的作用，因此长期使用可以让色素减少沉住。芦荟还能淡化疤痕，镇定发炎，对痘印和色斑同样有帮助。而且芦荟非常温和，几乎不会引起过敏。马铃薯片敷脸，你可能想不到，马铃薯也是美白小能手。切一片生马铃薯薄片，在色斑处摩擦或前萃贴敷10分钟，每天一次。马铃薯含有维生素 C 和酵素，特别是酚类物质儿茶酚酶，被认为可以帮助减少皮肤的色素沉淀。很多民间验放用马铃薯片敷眼睛去除黑眼圈，其实也同理淡化色素。坚持1-2个月，你可能会惊亚于斑点真的变淡了。苹果醋碘斑，苹果醋就是我们熟知的发酵苹果酿造的醋，其中主要成分是醋酸。醋酸有轻微剥离角质的效果，可以让含有黑色素的老旧细胞脱落。因此，有人用棉棒沾苹果醋，轻轻涂在老人斑或痣上，每次几分钟，再用水洗掉。长期下来，斑点可能会缩小变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醋酸比较刺激，千万不要长时间大面积敷在脸上，否则皮肤可能灼伤或脱皮。正确做法是稀释苹果醋，1份醋加3份水，再涂，且只点在斑点本身，不要涂到周围健康皮肤，每周2-3次即可，别太频繁。蜂蜜柠檬面膜，蜂蜜和柠檬都是美白淡斑的明星食材。蜂蜜滋润，含酶，可以柔软角质。柠檬富含维生素 C 和果酸，有漂白皮肤的作用。将1小匙蜂蜜和几滴柠檬汁混合，涂在斑点较多的区域，10分钟后洗掉，可以让皮肤亮一个色阶。同样要注意，柠檬汁有光敏性，用完务必洗干净，且之后做好防晒，不然反而会晒黑。橄榄油按摩，橄榄油不但是健康食用油，还是温和的美容油。晚上清洁脸部后，取几滴出榨橄榄油与掌心搓热，轻轻按摩脸部斑点处几分钟，再用温热毛巾敷脸帮助吸收。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抗氧化物，能滋养皮肤，淡化黑色素沉淀。有人还喜欢姜橄榄油混合一点蜂蜜，当做天然的卸妆与淡斑护理，或是在橄榄油中滴入几滴柠檬汁，制成简易的美白按摩油。长期坚持橄榄油保养，皮肤会变得柔嫩，斑点也不知不觉变淡。珍珠粉面膜，自古以来，珍珠入药入妆就是东方妇女养颜的秘方。珍珠研磨成的细粉末含有钙质和氨基酸等成分，据说可滋养皮肤，淡斑去黄。取适量优质珍珠粉，加牛奶或蛋轻调焊成膏状，敷在脸上10分钟再洗净，可以让肤色提亮，斑点减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珍珠粉颗粒如果不够细致，敷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摩擦皮肤，以免造成损伤。此外，要选购可靠来源的珍珠粉，确保其中不含杂质。以上天然材料都很平易近人，成本低廉，可以和香蕉皮交替使用，让淡斑护理不单调。同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斑点形成的原因也不同，多种方法搭配往往效果更好。不过要提醒的是，天然不代表100%，安全使用前还是要留意自己是否对某些食材过敏，以及控制好使用的频率和浓度，温和适度的保养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讨论了这么多淡斑的方法，很多人也想知道，脸上的黑痣可以用这些偏方去掉吗？黑痣跟雀斑、老人斑略有不同。痣其实是皮肤色素细胞聚集形成的良性肿瘤，有的长得比较深、比较凸，所以比一般斑点更显眼顽固。像香蕉皮这类温和的方法，对于很平坦、浅层的小黑痣，或许能让它颜色变浅一些，但要整颗完全去除，往往有难度。尤其是凸起较明显的痣，香蕉皮只能软化表皮，无法渗透到真皮层，把痣的根清除掉。
民间确实有各种点痣的涂法，例如用大蒜片每天敷在痣上，利用蒜的刺激性让痣组织坏死，或者用强酸，例如工业用的醋酸，甚至火柴头的硫磺去腐蚀痣。这些方法有的人试过后痣是掉了，但通常伴随着一个凹陷或显眼的疤痕，得不偿失，而且字形乱点，痣还有感染风险，伤口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细菌感染。市面上也有卖所谓1点净点痣药水，多半是高浓度酸或碱，同样存在烧伤皮肤的风险，使用时务必要极其小心。皮肤科医生的建议是，对付黑痣要特别谨慎。如果这颗痣只是颜色深但扁平，可以尝试前面提到的一些淡斑方法来淡化色素，让它不那么明显。但如果痣很大、很突出，或长在反复摩擦的地方，例如衣服领口处，还是由专业医师评估后用医疗手段去除比较安全。医疗去痣通常采用手术切除或雷射烧灼，能较彻底的移除整个痣的细胞，不容易复发。顺带说一句，民间相学认为，脸上一些特定位置的痣是好痣，像指福气或财运，所以有些人反而不愿意点掉那些带来好运的痣。但从医学角度看，痣不过是色素细胞增生的结果，不管好坏，都应以健康安全为第一考量。此外，要强调的是黑痣的恶变可能。如果一颗痣出现炎、色改变、快速长大、形状变得不规则、边缘模糊或反复出血、痒痛等异常状况，这可能是恶性黑色素瘤的早期迹象，必须立即就医检查，千万不要自己在家乱处理。总的来说，对于普通的稳定的黑痣，如果不影响美观其实，无妨留职。若真的想除掉，又不想做雷射手术，可以先试试温和淡化，让它变淡，至少降低存在感。但请保持耐心和理性评估效果，如果无效，就该交给皮肤科专业处理，以免留下永久遗憾。